风拂荷塘，自留一抹清香。大家好，欢迎来到河上清风。我刚给一个阿姨看完手相，转头就见林家夫妇站在摊位前。我出声招揽，测字算命，日线三卦。林母跑过来抱住我，眼含泪花：“孩子，我是你妈妈。他们说我是林家被抱错的真千金。”林父林母脸上带着淡淡的心疼，但更多的是嫌弃。毕竟此时的我跟林家精心培养的千金小姐完全不同。1个月前，我被师傅赶下山，他说我最近有一段尘缘牵扯，没想到这所谓的尘缘竟会如此狗血，真假千金的戏码居然发生在了我身上。我收了摊，背上自己的背篓。林父以为我不相信，要收拾东西离开。他急忙说：“你不要怕，我们不是骗子，你真的是我们的女儿。不相信我可以给你看亲子鉴定。”我相信。林父掏文件手顿住：“你不看看？”我淡淡的说：“我观你们的面相，确实与我有亲缘关系。”林父林母同时抽搐了下嘴角。林家的别墅很大，装潢也很华丽，到处显露着我有钱，我了不起的气质。我朝四周看了看，皱起了眉头。风水真差，辰气多生气少，日暮西山，盛极极衰之象。不过最能引起我注意的还是摆在桌上的葡萄，虽然比不上我家老头种的有灵气，但还是蛮甜的，凑合能吃。转眼就炫完了半盘，林家所有人都好奇地盯着我。林燕最先出声：“不会是弄错了吧？怎么会是道士？”林母拉着我介绍：“这是林苑，小苑，这是你哥哥林燕，还有浅浅，浅浅算是你妹妹，是齐苑。”我补充道。林幼浅看着我身上的破旧道袍，唯一的行李还是个背篓，进门东张西望一番，就只盯着桌上的葡萄，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本来他还挺担心我回来会抢走是属于他的东西，现在完全是不屑。果然是个土包子。林燕轻哼一声：“别以为你是爸妈亲生的我就会认你，我告诉你，我只有一个妹妹，那就是浅浅。”哦，我看他一眼，又继续低头炫葡萄。林幼浅拉了下林燕的胳膊：“哥，你别这样，小苑姐姐才是你的亲妹妹。”她眼睛里含着泪花：“小苑姐姐，对不起，要不是我你也不会被抱错，是我对不起你。”我点头：“是你的错。”林幼浅见我这么上道，居然主动往坑里掉，表演得更加卖力：“你能原谅我吗？那时候我还是个婴儿，什么都不懂，只要我紧咬着不放，这样一来，我会在爸妈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就会疏离我。”林幼浅哭得林家人心疼，纷纷开始劝慰他，尤其是林燕，眼神像是要把我吃了。“浅浅，你别怕，有哥哥在，不会让他伤害你的。”来了来了，这就要开始宅斗了吗？怪不得下山前大师兄塞了一堆宅斗宫斗小说给我看，原来是要用到这里的。不过他哭得好假呀。我拿起边上的纸巾擦擦手，点评道：“你好虚伪。”林幼浅抹泪的动作顿住了。林苑，林父呵斥一声：“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已经纠正了好几次，我也懒得管他们怎么叫了，反正名字只是一个称呼罢了。林燕一副她果然很没教养的样子，真不知道你们接她回来干什么。林母也满脸不赞同，心疼地抱着林幼浅安慰。我指了下林燕，她不喜欢我至少能直接表现出来，你却只敢在心里骂我，不是虚伪是什么？我观你眉心有黑气，面带刻薄相，是不是已经为林家亲生女儿回来的事烦恼好几天了？林幼浅矢口否认：“我没有。”他眼神闪躲，明显没有刚才镇定了。到底是自己养大的女儿，林父林母哪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们也清楚林幼浅这样做的原因，是怕我分走属于他的宠爱，心里更加疼惜起他来，却完全没有想过他们的亲女儿被抱错这么多年，有没有受过苦，有没有吃饱穿暖。林母拉着我商量：“小苑啊，浅浅在我身边养了20年，跟我的亲女儿一样，妈妈不舍得送她走，以后你就和浅浅一起陪在妈妈身边好不好？”我看了林幼浅一眼，点头：“行啊。”但是她面相破财，
林佑浅的脸色难看了几分，强忍着才维持住表面功夫。小苑姐姐，这都现代社会了，不应该这么封建迷信，而且做骗子不好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骗人，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好。林父眼神一凛，作为商人，他最在意的就是财运吉凶。虽然他不信我，但心里还是不畅快。林燕嗤笑，真是个神棍。爸妈，你们确定她是你们亲生的，是我们林家的女儿？林母身为大家闺秀，亲生女儿是个算命的神棍，已经让她难以接受了，更别说还当着所有人的面骗术，张嘴就来。小苑，你以后就是林家的千金了，可不能再做这种事了，让人知道了会笑话的。为什么要笑话？我凭自己本事赚钱，没偷没抢的。我看向林佑浅，而且我从不说谎。见说服不了我，林母只能先让人带我去看看自己的房间。临走前，我又转头看向林父，既然你们是我的亲人，那我就送你们一个见面礼吧。今日3卦还剩1卦，送你了。你近期最忧心的事就是成交那块地吧？林父一惊，你怎么知道？这事他从来没跟人提过，连家里人都不知道。而且开发的项目政府方面还没公布，除了他们这些有门道的，没有外人会知道。他不由问道：结果如何？我过去在背篓里翻找，在林父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手机，1卦2万。我将收款码伸到林父面前，林父脸沉了下来。林佑浅张大嘴巴：小苑姐姐，你怎么能跟爸爸要钱呢？林燕说：就是，果然是穷梯子，掉钱眼里了。我一脸疑惑，出卦必须收钱，这是规矩。而且我收钱怎么了？你们要是没钱，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虽然房子也没我家老头的大，但以我近几日摆摊的经验，应该得不少钱才买得起。林佑浅嘴巴张合几下，没了声音。我又问林父：你不要啊？那给。在我选择下一个赠卦之人的时候，林父黑着脸掏出手机，不久支付宝提示到账2万。我收起手机，淡淡吐出3个字：你没戏。你说什么？林父暴怒，年纪轻轻怎么耳朵这么不好使，比老头的还差。我说了呀，你没戏，还是别做无用功了。林父气得差点心脏病发，当场甩袖离去。林母也胸脯上下起伏，林佑浅在边上给他顺气，他只喊着头疼，让佣人赶紧将我带下去，眼不见为净。我摇摇头，怎么都听不了真话呢？那要是我将林家即将败落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会不会被气死？算了，一个个身体素质太差，还是先不告诉他们了。第2日，我起了个大早，准备神清气爽的继续去天桥下面摆摊。刚下楼，就见林佑浅哀伤地坐在那里，怀里抱着一只小猫。哦，不是小猫尸体。他眼泪汪汪地抬头看向我，又可怜又无助。小苑姐姐，你不喜欢我可以直接告诉我，我立马就从家里搬出去。可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豆子呢？它只是一只小猫，什么都不懂。我问：什么？为什么才住了1晚？我就成杀猫凶手了。佣人已经将林母他们都叫了起来。看到死去的猫咪，林母头脑发晕，软倒在林父怀里。林父问：这是怎么回事？林燕率先跳出来：还能怎么回事？一看就是林苑杀了豆子，这个恶毒的女人。林佑浅抱着猫一个劲儿的哭，林父满脸怒气，问也不问我，直接定罪。林苑，给浅浅道歉，你一个做姐姐的，怎么这么不能容人？才回来第1天就弄得家里乌烟瘴气。林佑浅抹了一下眼泪，带着哭腔说：这不怪小苑姐姐，是我霸占了她的身份，她恨我是应该的。放心吧，我今天就会搬走，只是可怜了豆子，我的豆子。呜呜呜。林燕说：凭什么你走？要走也是他走。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9点了，还是早高峰，再不出门，天桥底下的好位置都要被人给抢完了。我抬脚就要往外走，林燕一把拉住我：不说清楚你要去哪里？我说：豆子说他不是我杀的。林燕：不是你还能是谁？他已经死了，怎么告诉你？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更何况它还是只猫，不会说话。他说是你杀了它，还有你。我又指了下林佑潜，你们不但用水淹他，还掐他脖子。林佑潜有些慌，你胡说什么？豆子明明已经死了。我点头，是啊，他死了。不过他的魂魄此时正蹲在林燕头顶呢。他说你们为了赶走我，用他的死当作借口，真是好残忍的手段呐！林燕立马伸手去扒拉自己的头皮，林佑潜也迅速推开怀里抱着的猫咪尸体。你少装神弄鬼吓唬我们，我们才不会被你这个神棍骗到。我说过我从不说谎，我发现你不止虚伪，还有点变态。既然这么喜欢这只叫豆子的猫，又为什么要杀它？现在又哭得这么伤心，难道这是种自虐的特殊嗜好？大师兄说的果然没错，山下的人脑子都不太正常。本来想顺手送走他的魂魄，既然你们这么舍不得，那就留给你们好了，无伤大雅，反正就是近期倒霉一些罢了，熬一熬就过去了。林燕还想说什么，摆在架子上的青花瓷瓶突然落下，砸在他头上，然后应声落地，摔碎的瓷片划破了林佑潜白色长裙下的光洁小腿。两人同时惊呼一声，一个抱着头，一个捂着腿。林母扶着发晕的脑袋，赶紧招呼佣人来为林佑潜处理伤口，又关心着儿子有没有被砸伤。猫咪尸体也被弄走了。手机突然响了一声，是大师兄发来的消息，你要的镇宅法器我已经准备好了，过几天就给你送过去。不用了。我突然有些失落，林家人似乎都不怎么喜欢我，一点也不欢迎我的到来，那我也没必要顶着天谴的惩罚，为他们修改运势了。这么多年来，我也想过我的父母兄弟是怎么样的，现在终于见到了，却没有想象中开心，还是快点了结尘缘牵扯，回去陪老头吧。之后的几天，林佑潜跟霉运缠身似的，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倒霉的事。名媛聚会上衣服突然开线，下楼梯高跟鞋别掉鞋跟，就连敷个面膜都能对护肤品过敏，长了一脸的疹子。林燕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但晚上噩梦连连，总感觉豆子就蹲在自己头顶。逛个街还让2个女朋友撞到一起，被当街混合双打，惨不忍睹。林家虽然有意隐瞒，但找到亲生女儿的事多少被透露出去了一些。林佑潜在圈内受到了不小的排挤，都在说他是假千金，鸠占鹊巢，不要脸。林佑潜为此整日愁眉苦脸，看得林家人心疼坏了，不得不举办一场宴会，为林佑潜证明，顺便公开我的身份。宴会上，林家说我和林佑潜是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当年被人抱错了，幸好现在找回来了。林佑潜穿着一身高定礼服，被一群豪门名媛围在中间，举手投足间尽显名门千金的风采。而我身边围着一群贵妇。小院，帮姨看看，看我近期会不会发财，还有我看上的那个小鲜肉会不会主动找我。我笑着，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来，都有机会。林佑潜不知何时走到我身边，笑嘻嘻地露出2个可爱小酒窝。小苑姐姐，妈妈让我来找你，今天是你我姐妹首次公开身份的日子，她让我们一起去切蛋糕，贵妇们只能先收起自己的手掌。那你快去，切完蛋糕快点过来呀，我们等你。我只能先跟着林佑潜过去。林母让人准备的是多层大蛋糕，足足有1人高，上面摆满了各种水果、糖果，散发出甜腻的奶油香，看着就很好吃。突然，身后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浓浓的恶意，我找了一圈才确认，是从身边的林佑潜身上散出来的。来不及细想，我迅速闪到一边，心里默念：天地玄黄，乾坤五行，恶意反弹。林佑潜突然朝前扑去，整个人埋进了蛋糕里面，场面一片混乱，宾客都发出嘤的声音。林佑潜被拉起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奶油，妆花了，礼服也脏了，
跟刚才优雅的千金小姐完全不同，像是一只拔了毛的落水鸡。她垂下眼帘，楚楚可怜地滚出一滴热泪。小苑姐姐，你为什么要推我？是不是浅浅今天做了什么事，又惹你不开心了？浅浅跟你道歉，你别生我的气。林佑浅原本的计划是踩我的裙摆，让我摔进蛋糕里面，当众丢人。林父林母最好面子。今天如果我让他们丢了脸，以后就不会再带我出席这种公共场合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摔的人竟成了他自己。林父的脸已经黑成了锅底。林苑，你闹够了没有？平时你胡闹也就算了，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你为什么要推浅浅？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跟你妈？林佑浅含着泪，爸妈，哥哥，我没事的，让姐姐出气吧，出了气就好了。我毫不避讳地翻了个白眼，我身后可没有长手，大家有目共睹。刚才林佑浅一直走在我身后，我根本不可能推人，我是动了点小手段，但那是反弹术。若不是林佑浅自己动了坏心思，也不会造成如今的局面。刚才的贵妇一个个都围了过来，为我打抱不平。我看见了，小苑走在前面的，怎么可能推走在后面的林二小姐？说谎也要符合逻辑。你这小姑娘真是的，自己要穿这么高的鞋子，摔倒了还要怪小苑。林燕想帮林佑浅说话，被林父瞥了一眼，不敢上前。他朝林佑浅吼了一声，还不起来，是嫌丢人没丢够。林佑浅这下子是真的哭了，捂着脸跑去休息室换衣服了。池家跟林家有婚约，池方许一来就有意无意地开始关注我。他觉得今天闹这出，是我有意让林佑浅出丑，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为此，他对我更是嗤之以鼻。你别白费心思了，我不管你是不是林家亲女儿，反正我的未婚妻只能是浅浅，你别妄想跟她争。我从摔得稀烂的大蛋糕上收回惋惜的目光，有些疑惑，也不流口水呀，怎么就是个傻子呢？我说，好的，不过你以后要注意锻炼身体。林佑浅八字硬，克夫，道家讲究上天有好生之德，还是提醒一下，本来就傻，别再给克得更傻了。换了衣服回来的林佑浅刚好听到这句话，脸都气红了。小苑姐姐，你就这么讨厌我吗？至于在背地里这么抹黑我，你要是真的想跟方许哥在一起，我不会和你争的。方许哥，按理来说，小苑姐姐比我年长，和你有婚约的本就该是他，你以后还是忘了我吧。说完，他哭着往外面跑，池方许赶紧跟上去，握住他的手。胡说什么？谁要跟那个土包子结婚？要结婚也是和你。两人正含情脉脉地对视，池方许的妈妈突然走了过来，说家里有急事，将池方许带走了。林佑浅看着池夫人和池方许的背影，咬住了嘴唇，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宴会刚结束，林母就将我叫到一边质问：“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浅浅八字不好？你这样让她以后还怎么嫁人？”我说的都是事实，平时有人找我看相，我还要收钱的，今天免费给他看，这是他的机缘。林母居然找不到话反驳，捂着胸口大口喘气。我嘀咕一句：怎么身体差成这样，说两句话都能大喘气？好歹是我的生母，我还是帮他看看吧。我抓住他的手腕号脉，还好，就是有些气血不足，不严重。放下手的时候，瞄了一眼他的手掌，家宅不宁，夫妻感情离崩之象啊！我掏出收款码，伸到他面前，要不要算一卦？林母脸都绿了，一看就气得不轻。那算了，反正天下哪对夫妻间没有点秘密。我起身准备离开，林母突然喊住我：“等等！”他利落地转了账，有话就直说。我又拉着他的手好好看了看，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桃花煞有冲主攻之象，位置在清河庭院，还是母女双煞。你老公还真狠心啊，居然瞒了你这么多年，天机不可泄露太多，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林母虽然有疑虑，到底还是不怎么信我，毕竟在她眼里，我只是一个黄毛丫头，哪会算什么卦，
都是骗人的把戏。他和林父少年相识，婚后林父更是对她百依百顺。林母不觉得她的丈夫会有事瞒她，所以她只随便找了几个人帮忙盯着清河庭院。林家公开承认另一个女儿的存在之后，家里就开始访客不断，大多都是来看我的。林父林母认为一个女儿罢了，不会像儿子一样争夺家产，在家里闹出兄弟戏强的状况。知道我的存在时，他们就想着带回家养个几年，然后用来联姻，给以后的林氏多些帮衬。今天又来了好几个贵妇，林母硬拉着我一起招待，雍容华贵的妇人凑到一起喝下午茶，聊家长里短，听得我昏昏欲睡。聊到情浓时，林母又忍不住开始炫耀起自己的爱情，介绍到一半，带着几人到楼上去看她亲爱的老公送给她的七夕礼物。见人都走了，我刚想趴着补觉，突然边上有人说话：“闺女，难为你了。”原来是上次宴会上我给看过手相的阿姨。咦，你怎么没跟着一起去看热闹呢？阿姨嘴角挂上不屑的笑，虚假的繁荣，有什么好炫耀的？糟心！我没忍住扑哧一声，没想到这阿姨还挺通透的。阿姨看着我，脸上有几分心疼。你说你这么好的姑娘，怎么就摊上这样的爸妈呢？虽然我也想让你嫁给我儿子，但我知道我家那糟心小子太混账了，配不上你。其他那几家的还不如我那个混小子呢，没一个是好东西。你也多留点心眼，别被人给卖了。我笑着点头，我会注意的，谢谢阿姨。我以为这件事这样就算过去了，难道他们还能光明正大的逼婚不成？没想到几日后，我回去休息的时候，迎面遇上了从我房间出来的林母。她说是过来看看我这儿缺什么，好让人采买。她走后，我将房间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果然在枕套里翻出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桃花传，还不止一个。每一个放符传的荷包里还一起放着一个小相片。桃花传是有情人一同去庙里求娶，保佑恋人感情长久的。一个是情缘，这么多绑在一起，那就成情债了。亏他想得出来。不过这对我来说都是小事。我从背篓里掏出几张符纸，塞到原先的荷包里面。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怪我了。嘿嘿，没过几天，有人撞见林母跟小男生一起逛街的场面，有拎包的，有拿衣服的，左右胳膊还各挽着一个。林父和林母为此爆发了我来之后的第一次争吵，要不是用人拦着，看那架势差点都打起来了。听着那边时不时传来的对骂声，林佑乾小声说：“你说妈妈这是怎么了？”突然像是变了个人。林燕摇摇头，我笑了一下，中年之痒罢了，大惊小怪。自从吵了几次架之后，林母嫌林父啰嗦，搬回娘家的房子住了。中途林燕和林佑乾都去劝过，但林母就是不回来。林燕看着事不关己的我：“你就一点都不担心？那好歹也是你爸妈，不担心？”我吃了颗葡萄，一边追着剧：“我都这么多年没爸妈为我担心，我为什么要为他们担心？”草，白眼狼！林燕气呼呼地离开了。晚上她却是被人抬着回来的。听说她和朋友一起去飙车，遇到几个嘴贱的挑衅。妈妈为老不尊，勾搭小辈，还包养男模。爸爸背着全家在外头养外室，还真是蛇鼠一窝，怪不得是一家人。林燕一气之下跟人打了起来，对方人多，她被打得站不起来，还是朋友送回家的。佣人在忙，叫我给林燕送一下饭。虽然不想见林燕，但女佣阿姨平时对我也挺好的，所以我就帮她送了过去。我敲门进去，难得没见林燕摆臭脸。将饭放到桌上之后，我正准备走，林燕突然说：“聊聊，聊个鬼！”但见她有话要说，我还是站着等了一会儿。林佑乾呢？我怎么知道？可能去和池方许鬼混了。林燕皱了下眉，继续问：“你们倒是修炼好了，能御剑飞行吗？”很明显，他是没话找话。不能在天上飞的只有飞机和鸟类，那能长生不老吗？
不能，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你能不能科学点？不要那么封建迷信。林燕额角划过几道黑线，一个给人算卦看风水的道士跟我说不要封建迷信，有病吧？真无知，玄术道法属于阴阳五行，也符合自然规律的好吧？我懒得再理他，离开了林燕的房间。我出去后，林燕打开手机，上面是一个女明星的百科介绍，和林佑浅过分相似的五官。林燕看得眼睛暗红，她居然和她爸爸跟别人生的女儿好了20年，还为此伤害了自己的亲妹妹。她扔掉手机，闭着眼睛，像死了似的倒在地毯上，一动不动。林父看中的成交那块地不出所料黄了，还因此赔进去了不少钱。想起我之前说的话，他觉得都是因为我胡言乱语，乌鸦嘴把他的项目说没了。晚上醉醺醺的回家，就让人找我过去。我刚进书房，烟灰缸就迎面飞了过来，要不是我躲得及时，很可能会脑袋开花。都是你，谁让你胡言乱语的？现在成交的地没了，钱也赔进去了。林佑浅在边上幸灾乐祸，等着看我挨罚，丝毫不掩饰眼底的笑意，嘴上却说：“我早就劝过你，让你别做骗人的神棍了，谎话说多了就会成真的。现在好了，真让爸爸赔了这么多钱。”我有些无语，合着他们宁愿相信是一语成谶，也不相信是我算出来的呀。林父沉着脸：“还有你妈的事，是不是也是你闹出来的？”林母一直文静谦恭，根本不会跟他大吵大闹。我才来了没多久，让他可亲的老婆就变成了泼妇。虽然林父知道自己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将错全都推到我身上。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世间万事万物自有因果，不管欠了什么，人可以不记得，自然有老天爷会帮忙记着，跑不掉的。林父像是想到什么，脸色更加阴沉起来。他放下狠话：“如果你以后再出去装神弄鬼、胡言乱语的骗人，就从这家里滚出去，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我面上一喜：“你说真的？”本来以为这次尘缘了结最少得好几年，时间长一点，说不定还要等到林父林母离世。没想到惊喜来得这么快，这样一来，我是不是马上就能回山上去了？看到我喜形于色，林父觉得我不知悔改，扑上来就要打我，打人就有些过了。林燕赶紧拦住：“爸，你先冷静点，她是女孩子，别动手。”林父真的是气急了，对着我嘶吼：“滚，滚出去，别让我再见到你！”我欢欢乐乐地跑去收拾东西。林家所有人都以为我只是负气而已，过几天就会求着要回去，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可自那天之后，我便没了消息。林父忙得焦头烂额，圈子里能帮上忙的都找了个遍，可这次林氏赔进去太多，亏空巨大，没人愿意出资。他疲倦地回到家里，却发现今天蹲了一天的王总正坐在自家客厅里。佣人说，王总是来找林苑小姐的。林父刚勾起的嘴角僵住了。王总是我前段时间摆摊时遇到的一个客户，他起初只是想试试，2万块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谁料简单的单项选择，居然让他的投资直接赚了1倍。后续几天，他每天都蹲点在摊位前，就为了能抢到一卦。这几天他也有到天桥底下找我，可却再也没见我去过，只能找到家里来了。得知王总来意，林父僵硬地解释，那丫头就是小孩脾气，前几天跟我吵了一架，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那你们也不找找？没事，过几天他玩累了，自己就回来了。王总，我们说一下成交那块地。王总脸色沉了下来，你们做父母的心可真大，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失踪好几天了，居然一点都不上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捡来的呢。倒是这个养女，林总护得跟心肝宝贝似的。边上的林佑前眼皮狠狠跳了几下，虽然公开说是双胞胎，但圈内知道真相的人也不少。王总这是公然说林父亲疏不分，林父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离开，没有一点办法。为了公司，
林父放下脸面想去求我，他顺着我以前留的地址找到我住的地方时，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居然是一座庄园。林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有那么大一座庄园，救活林氏不在话下。他按下门铃，佣人出来询问：“我找林苑，我是他爸。”佣人嗤之以鼻：“齐小姐去京都了，不在家。”林父不相信，就要硬闯，直到拿着电棍的保安出来，才不得不离开。回家之后想给我打电话，却发现他根本就没有我的电话，别说他们一家4口都没有。林父瘫在了椅子上，后来他才从旁人嘴里得知，原来那座庄园是京都汤家的产业，他猜测汤家是我的养父母家。林父懊悔极了，当时怎么就没对我好点呢？哪怕好一点，汤家从指甲缝里流出来些残渣，都够林氏起死回生。两相对比，林父看林幼浅越来越不顺眼，他天天逼着林幼浅去池家求助。可他跑了好几次，每次池方许都不在家，池母对他也没有之前亲近，随便说几句话就给打发了。他给池方许打电话，对方永远是关机状态，俨然一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架势。慢慢的，林父便没了耐心，连一个男人的心都留不住，关键时候帮不上忙。我养你有什么用？林幼浅低声说：“我下次一定能见到方许哥的，他如果知道我们家的事，肯定会出手帮忙的。小苑姐姐也真是的，都帮王总赚钱了，为什么就不多帮帮自家人呢？”听了这话，林父更加烦躁。他突然想起我以前提醒过他，不要执着成交的地皮，他那时候没有相信我，现在却为时已晚。突然，林父疲惫的眸子中迸出寒光，死死地盯着林幼浅。他记得我还说过，林幼浅面相破财，他将一大半的责任都怪到林幼浅身上。当晚他就被送出了林家。林母本来打算林父不去求他，他就不回林家。这时，他找来暗中调查林父出轨的人，终于传来了消息，原来林父包养了一个小明星。哦不，应该是老明星。要不是林父将林幼浅突然送到了清河庭院，也不可能那么快查清。早在20多年前，林父跟林母结婚前就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可为了林母娘家的钱，跟他结了婚，却没有跟那个女人断掉。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一直和那个女人有往来，甚至还生下了一个女儿。为了让那个女人生的女儿能名正言顺，他故意调换走了林母生的女儿。林母承受不住真相，大病了一场。病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清河庭院，抓着那个女人一顿狂揍。眼见生母被打得鼻青脸肿，林幼浅抱着林母的腿祈求：“妈，你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看着林幼浅跟女明星相似的脸，林母越发生气，转头就给她几巴掌：“别叫我妈，听着恶心。”跟那个女明星闹完，就开始跟林父闹，因为双方都存在婚内出轨，最终在法律支持下，两人和平离婚。林氏集团也宣告破产。林母想起我的时候，总觉得对不起我，带着林燕到处找我，有时候在天桥一等就是一整天。对面的瞎子看不下去了：“你们早干嘛去了？来认亲那天不是挺人模狗样的吗？怎么一到家里就开始虐待孩子呢？你们也别等了，齐大师被京都来的贵人接走了，应该不会再回来了。”林母眼中的光暗淡了很多。你说小苑有可能原谅我吗？语气里满是悔恨。林燕无言以对。以前属他最针对林苑，第一个不被原谅就是他吧。母子俩一合计，没脸再找我，拿着仅存的钱找了个乡下小地方，买了套小房子，在大师兄家已经住了快2个月了。比起在林家，那可舒服太多了，就是有点无聊。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不是都了结了吗？大师兄方圆脸上带着笑意：“急什么？又不是不让你走，住师兄这里还能委屈了你不成？”师傅没发话，应该还不到回去的时候，你安心等着吧。说完招呼自己的小儿子：“好好照顾你小师叔，知道吗？
汤明赶紧点头，又拿出手机给我看哪里有好玩的。最后确定去附近新开的一家马场。在选马匹的时候，感觉一道视线总盯着我。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居然是林佑潜。他跟在一个京都纨绔身边，小鸟依人地靠着他。原来林父离婚后就和林佑潜的生母生活在了一起。林佑潜的生母年纪大了，没有多少剧组会找他拍戏，以前全靠林父养着。现在林家破产，林父没了收入来源，又舍不下脸面出去打工，只能靠着林佑潜生母的积蓄维持生活。生活琐事导致两人丧失了以前的恩爱，3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林佑潜被吵烦了，才独自一人跑到京都来找工作。他从小娇生惯养，根本做不了其他的，只能跟他妈妈一样，当了别人的金丝雀。林佑潜面色淡淡的，好久不见。他看了一眼我身边的汤明，怪不得你对林家的一切都不屑一顾，原来是傍上了更厉害的。刚才纨绔跟汤明说话的时候，他听到了，居然是京都汤家的人。你说错了，要傍也应该是他傍我，我是他小师叔。林佑潜有些吃惊，最后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一副完全放下推过去的样子。他太过坦然，跟过去执拗的性子完全不同，这反而让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果不其然，在我骑上马之后，马跑得越来越快。林佑潜在我选好马之后，在拍马头的空当，给马喂食了兴奋剂。马场边上就是公路，时不时有车经过，眼见马就要跳过围栏，跟迎面开来的跑车相撞，我立刻勒紧缰绳，用了一张麻痹符，马儿倒地，抽搐几下没了动静。小样，老头马场里的最烈的马都是我驯服的，怕你了。要是不服，我还有引雷符。我顺手又给了林佑潜一个反弹，本来好好牵着马走路的他，突然被马给踢了，还是双脚起跳的踢。林佑潜被踢得扑倒在地，全身都沾上了泥土。他抱着肚子，怨恨地盯着我。要不是你在池方许面前胡说，我肯定能嫁进池家，他也不会躲着我。你既然不稀罕，又跑来我家干什么？弄得爸爸不像爸爸，妈妈不是妈妈。说到这里，他突然崩溃了，突然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我顿了一下，因为这也是我的因果。手机上久违地收到一条消息：徒儿，玩够了也该回来了。是老头喊我回去了，这下算是彻底结束了。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大学开学前，我爸妈特意交代我，室友是会陪伴我4年的人，让我好好跟他们相处，尽量以和为贵。我点头应下，就算他们不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以为所有的新生都会是这样的想法，可没想到总有人的脑子不是拿来用的。我爸妈出去旅游，没法来送我开学。我哥要带管理公司，也特别忙，把我送到校门口就回去开紧急会议了。幸好东西不多，我一个人慢悠悠地拖着行李箱往分好的宿舍楼走。同学，你是去警员宿舍楼吗？用不用帮忙？路上突然有个笑得很阳光的男生跑到我身侧问着，他胳膊上带着红色袖标，应该是迎接新生的志愿者学长。谢谢学长，我自己可以。我笑着朝他道谢。我东西少，就一个行李箱加个小背包，没必要帮忙。学长，你不是答应先送我的吗？突地，一道娇俏的女声传来，顺着声音的方向，我的目光跟一个长相美艳的女生含着敌意的眸光对上，她身边还站着2位帮她拿行李的学长，不过长相和身材要比我身边这位差一大截儿。阳光学长见状，不好意思挠挠头，慌乱地跟我道歉后，跑回到那女生身边。见阳光学长回去，美艳女生脸上重现笑容，送了我一个挑衅的眼神。我无所谓地耸耸肩，看他们一行人很快走远。得益于我爸妈遗传的高颜值，那种眼神我早已习以为常，没怎么在意。我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直到我在寝室看见他。刚踏进寝室门口，我就跟美艳女生四目相对，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随即很快不屑地移开目光，继续涂她的红指甲油。
我原本还在想要不要先开口缓和一下气氛，毕竟要一起共同生活4年。但他这副态度，我瞬间没了开口的想法。房间是4人的上床下桌，其他2个人还没来。我迅速选好一个床位，开始收拾行李。很快箱子里便只剩下我让家里厨师特意制作的甜品。我往身后望了眼那位专心补眼妆的美艳女生，想了想，还是准备先下楼买床垫、被褥这些，等其他2位室友来了再一起吃。寝室楼下有2排专门建的生活超市，很方便。我很快就把必需品挑完，往寝室的方向走。刚到门口，我就闻到熟悉的甜香味。由美，你在哪里买的这些甜点呢？全是有名的甜品店，我基本都吃过，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呢。一道甜美的声音从宿舍里面传来，我踏进去就看到其他2个室友来了，还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见到我很欢快地跟我介绍，她们叫欢欢乐乐，脸蛋稍微圆一点的是欢欢。被她们愉快的气氛感染，我笑着对她们说了我的名字。房间里总共才4个人，出于礼貌，我扭头想对由美也再介绍一下，没想到却看到我带来的甜品包装被拆得4分5裂的放在由美桌上，她手里还捏着我早上让厨师精心准备的小蛋糕。我向来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脸色顿时冷了下来。苏苏，这是由美带来的蛋糕，很好吃，你要不要尝一尝？似乎是察觉到气氛的尴尬，欢欢举着他手里还没入口的甜点递向我，打着圆场。我听到这句话却是彻底气笑了。你带来的？我看向依旧坐在座位上一脸不以为意的由美，谁带来的有什么区别？拿来不就是让大家吃的吗？他无所谓地说着，抬起刚染好的红指甲，将剩下的5、6个小蛋糕都戳了个遍。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放在以前我看都不看，吃是给你面子。他嫌弃地说着，望着我眼神不善。呵，我今天还真是开眼了，活了快19年，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明明是他没经过同意拿别人的东西，不但半分歉疚都没有，还很理直气壮。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室友，没什么过不去的，开开心心最重要。欢欢和乐乐一个哄我，一个哄由美，将我们2个隔开，努力调节着气氛。看着他俩，想着来大学前我决定要跟室友好好相处的念头，我深吸口气，情绪慢慢平静下来。由美，以后我的东西你不能随便动，要用要拿的话都要经过我的同意。吃我也不是不让他吃，拿来就是让大家吃的，但就是他的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让我心口一直压着气。谁愿意用你这种穷酸的东西？浑身上下连一件名牌都没有。由美不屑地说，望着他眼底深深的看不起。再看着他和欢欢乐乐身上的知名品牌衣服，我突然明白了他这么有底气鄙视我的原因，原来是觉得我穷，好欺负。我家里有很多品牌衣服，但不是出席正式场合，我一般都不喜欢穿。我妈是个服装设计师，我平时的私服都是她给我设计的，舒服为主。没想到因此造成了误会，但我并不想解释，跟他们相处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家境。要是因为我没钱就不喜欢我，或者是为了钱才来跟我做朋友，这类人我并不需要，也不想和他们打交道。最后在欢欢乐乐的劝说下，由美不情不愿地给我做了保证，说以后不会再未经我允许动我的东西。这件事算是就此翻篇。可我没想到她的保证跟放屁没什么两样。晚上我跟隔壁学校的闺蜜聚完餐回来，刚进寝室就闻到一股熟悉的洗发水香味。欢欢乐乐不在，寝室里只有由美一个人，她头上包着干发帽，躺在床上边看手机边吃葡萄，地上满是他吐的葡萄皮和葡萄籽。他对面的床位是乐乐的，乐乐床下的桌子边还有他的拖鞋上也粘着一些软腻的葡萄皮。我有洁癖，光看着就有些生理不适。由美，你别往地上吐了，我给你拿个垃圾袋，你放床头吧。我扫了眼他床下，连个垃圾桶都没有，
更别说会买垃圾袋了。不想再引起矛盾，我忍住质问他的话，用比平时要更加温和一些的语气问他：黎苏苏，你诚心的吧？专门挑我吃东西的时候恶心我，那玩意儿多脏，你知不知道？他闻声侧头看向我，眼神里是丝毫不掩饰的厌恶。我原本想给他递垃圾袋的手顿住，垃圾袋都是我今天刚买的，崭新的。在我的认知里，垃圾袋跟那些带有 logo 的品牌袋除了材质不同没什么区别，都是用来装东西，它并不脏。那你瞧瞧地上，你觉得是不是更脏？我指着地面上的一片狼藉问他，他低头瞥了眼，撇了撇嘴，又躺回床上，没说话。你一会儿下来收拾一下吧。凭什么？又不是我值日。由美嗓音一下子高了8度。今天刚来学校，我们只是临时定下欢欢当寝室长，其他的还都没来得及讨论。你又不是没长手，你要是看不顺眼，你自己收拾呗。反正我是不觉得脏。不待我说话，他又补了一句，甚至还往嘴里又塞了一颗葡萄，嚼了2下，双眼看着我往地上吐，完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努力深呼吸，忍了忍，还是没忍住，攥紧手中的垃圾袋，朝他走过去。苏苏，你回来了，由美你也在啊。我刚迈步，寝室门口就传来乐乐欢快的声音，他蹦蹦跳跳走在前面，欢欢跟在他身后进来。你们俩又吵架了？察觉到气氛的不寻常，乐乐小心翼翼地问着。我没说话，指了指地上。啊，谁干的？我的拖鞋。乐乐循着干净的地面踩过去，蹲在他的拖鞋旁边，一脸心疼地望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沾了一点葡萄皮而已，又不脏，你用手捏掉不就行了？听到声音，由美烦躁地说着。可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庆祝我上大学的礼。你男朋友这么穷酸啊？就给你送个这？由美惊讶地打断乐乐说话，随即有些阴阳怪气地说：就你这脑子，也不知道怎么投的这么好的胎，有这资本也不找个有钱的对象，白瞎了。我看着地上那款 Prada 的限量款拖鞋，有些疑惑。由美早上还嫌弃我的着装，不像是个不懂品牌的人。这款拖鞋虽然他们品牌将自家的 logo 放到最小，不仔细看都看不见，不过也不至于猜不到吧？很明显的 Prada 的风格。可是乐乐想说什么，又被由美堵了回去。行了行了，我没工夫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嫌你要是还想要自己擦干净就行。至于这地，就欢欢扫吧，这寝室长也不能白当不是。由美边说边从床上下来，拿起他桌上的吹风机，他嘴里说着不嫌脏，这脚却是跟跳格子一样离开他的床边。起开点，明明是中间还能再过一个人的路，由美却站到我面前说：我当然是不可能给他让的，站着没动。可我没动，我旁边的欢欢却动了。你从这边过吧。欢欢侧开身体，叹口气说。由美扶了扶他的干发帽，嗤笑一声，对着我翻了个白眼，擦着我的肩过去了。要是平时我怎么都得再撞回来，可现在我心里满是对这俩双胞胎的恨铁不成钢。从中午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他们2个的包子属性。你们俩这样以后会被人欺负死的。我对着欢欢说，不是什么大事，很快就收拾好了。况且这值日本来就该我这个寝室长带头。欢欢笑着对我说，甚至还走过来帮我顺气。那你呢？我看向乐乐，乐乐抱着被他擦干净的拖鞋，怂怂地看着我。我不敢。我一口老血堵到心口，不知道的是多么健康美好的家庭能教出俩这么乖的娃儿。欢欢去拿扫帚开始扫地，乐乐把拖鞋放下也去帮忙。看他俩这模样，我怕看一会儿会更加上头，想要出去透透气。路过洗手间的时候，吹风机的声音刚好停下，我条件反射地往里看了一眼，没想到看见由美自然而然地拿起我搁置在旁边架子上的梳子开始梳头。别动我东西。我下意识皱眉走过去，像梳子这种能触碰到头皮的相对有些私密性的物件，我是很不喜欢别人动的。
我梳子没带过来，用一下怎么了？他不耐烦地说，依旧一下一下梳着。等我走到把梳子拿过来的时候，上面还残留着他的几缕头发。没有你不会下去买吗？披头散发的不想下去，我们帮你买也行。你洗头之前怎么没想着你没梳子？你这老是随便用别人东西的习惯，什么时候能改改？我气上心头，一下子说了很多。不就用你几下梳子吗？用得着跟要你命一样吗？由美冷笑着从我身边出去，他又想撞我，被我躲过去。他离开后，视野大了许多。我这才看到，除了我的梳子、我的沐浴露、洗发水，这些本应该在我柜子里放着的东西，此时都被拆开用了。不仅用，他用完连盖子都没给我盖，旁边全是残留的泡沫和水渍。你动我柜子了？我冲出去问他，我洗漱的东西没买，翻了下柜子，你正好有，我就用了。怎么了？不问自取是为偷，你知道吗？笑死！你自己不锁柜门怨我吗？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他嘲讽地看着我说，随即满不在乎地转身去开柜门拿衣服，对他自己的这种行为依旧没觉得有半点错。要是再有下次，我也不顾什么同学颜面，一定会报警抓你。我走过去，砰的一声按住他的柜门，说道：“你疯了！”他被我吓到，有些歇斯底里地喊：“不信你试试！”他望着我胸口不断起伏，最后咽了咽口水，移开视线。与此同时，一道手机铃声打破了死寂的寝室。由美快速地拿起桌上的手机放到耳边，十分甜腻地对那边撒娇说道：“亲爱的，我马上就下去了哟，别着急。”他又哄了几句，不知道听到那边说了什么，他娇笑着挂断了电话。随即他伸手过来想要开柜门拿衣服，我依旧按着没离开。欢欢见状想过来调和，看到我瞥过去的眼神，止住了脚步。以后能不能保证不再动我东西？我继续僵持着。行行行，你说什么是什么。他敷衍地说着，念着他是真有事。我决定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我松开柜门，走到一边，由美迅速走过去翻找着，找了一圈，她渐渐烦躁，最后大力关上柜门，爬上床换了她早上的那身名牌衣服，飞速跑出门。她这一走，一晚上都没回来。我觉浅，第二天下午，我正午休，被由美的唱歌声给惊醒了。她坐在她的桌边，哼着歌，摆弄着手里的项链。她身上的衣服换了，还是一身名牌，不过不是昨晚她出去的那套。晚上的时候，欢欢把我们的军训服装领来了，宣布从明天开始，为期20天的军训正式开始。他到由美床边给她衣服，由美用2根手指夹着嫌弃地看了2眼，随即把军训服扔回去，开始拿手机发短信。没过多久，他就翻身下床，拎着包出了寝室。第二天军训集合，由美没来，欢欢怕他出事，问了辅导员，导员说他请假了，让我们不用管，一直到军训结束，我都没再见过他。军训最后一天上午，成果验收刚完，我就收到了我哥的信息，让我去校门口找他。妈给你的。我哥把副驾驶上的包包拿给我，我瞅着手里的这款闺蜜昨刚跟我说的限量款爱马仕包，诧异不已。咱妈什么时候看得上这些庸俗的东西了？我妈自己作为品牌设计师，喜好简单舒适大方的类型，对这种华而不实又浪费钱的东西，向来是没必要买，就敬而远之的。不知道？你问他，这是我的。说着，我哥就递给我张银行金卡。你转性了？我更为震惊。我哥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大方？生日快乐！我哥给我翻了个大白眼。今天也是你嫂子生日，我就不陪你了。大学花钱地方多，想买啥别省着，不够再找哥要。他除了对我嫂子温柔，还没对我这么温柔过。我刚想眨巴眨巴几滴眼泪，对他表示我的感谢，就被他甩了一脸尾气。熟悉的尾气，熟悉的坑妹操作。我刚拿着包回到宿舍，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包收到了吗？”“包是顺手买的，他们家这次的设计用了梨树的元素，刚好跟你名字谐音。”
我就买了。最主要的是包里妈给你亲手设计的手串，保平安的，拿去庙里求过了，一定要带着。跟随着我妈的话，我拉开包的拉链，果然看见一串红色珠串手链。我把它拿出来准备戴上，就看到一张纸跟着被带出来。我拿起来扫了眼，是张发票，不禁有些想笑。我妈真的是没咋关注这包啊，纯粹只把它当做一个装她心意的工具包了。看着发票上这一长串的零，我好想我妈赶紧回来，我好想抱大腿呀！全家就属我最穷了。又闲聊几句后，闺蜜的电话进来，我跟我妈结束了通话。闺蜜学校军训时间比我们短，知道我今天结束，要带我出去吃大餐，顺便给我庆祝生日。车就在校门口等我。我将发票扔到抽屉里，戴上我妈给我的手链就出门了。玩到很晚，约莫10点多我才回到寝室，累得我不想再动一步，趴在桌子上歇了会儿。我准备去洗漱休息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我妈给我买的包不见了，寝室里只有欢欢乐乐在。我问了他们，他们都不知道。丢包是小，可能有陌生人闯进了我们寝室劫才是大。我们决定下去找宿管阿姨说下，可是刚打开门，我就看见由美站在门口准备拿钥匙，她肩上背着跟我妈送我的一模一样的包。我是从小在富贵圈里长大的，真包假包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背的是真的，而我妈给我买的包是限量款，我们是只有一个。你背的包是谁的？为了防止她是在别的城市买的，我没及早下结论，当然是我自己的了。她听到我问，眼神闪躲了2下，随即理直气壮地说，要是她说的时候手不抖的话，我可能还真的信了。买没买包可都是有记录的，你要是再撒谎，我就报警了。到时候你要是被抓进去留了案底，可别怪我。我最后一次警告他。听完他脸色瞬间就变了，给你，不就是个破包吗？一个山寨货有什么好炫耀的？要不是看着这个仿品仿的跟真的一样，我才不会背。他把包取下来砸向我，我刚接住就看到我包上那棵梨树上被划了一长道，像是被什么东西刮出来的一样。这怎么弄的？不小心划了一下。他摆弄着他的红指甲，漫不经心地说，道歉。他这副态度我彻底怒了。这包是我妈给我的一番心意，我本来想好好存着，却被他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更不用说他又一次没经过我允许动我的东西，不就是刮花个假包吗？你这气量怎么这么小？他半点认错的知觉都没有，甚至还反过来怪我。听着他尖利的嗓音，我再不想多费口舌，拿出手机打了报警电话。你好，警察局吗？电话拨通，我刚说2句，由美就暴躁地朝我扑过来，扯我的手过去摁断了电话。黎苏苏，你他妈是吃毒长大的吧？心这么狠，你演这么一出不就是为了要钱吗？想要用这个包讹我？行，我给你这个机会，说吧，多少钱？我赔给你这事就算了。他喘着气，用看穷酸的厌恶眼神望着我说，呵，施舍我吗？我要是真穷，可能会有1/1000的几率考虑一下吧。可现在，你赔得起吗？我冷笑着看他，不就是个几百块的破包吗？我全款赔给你。他不屑地说。我们俩的争吵引来宿舍楼很多同学的围观，欢欢怕事情闹大，想让我们进去说，由美却觉得我心虚了，非得在门口说，还让大家做个见证。要是他能拿出这笔钱，我要下跪接过去；要是他拿不出，他就给我下跪道歉。他这赌约倒是说得好，本来就是他的错，现在我倒是也成为惩罚的一方了。你说的全款赔，我提高嗓音又重复了一遍，足够周围的人听到。没错，穷踢，给不了全款，我就给你下跪道歉。他也把声音高了8度，趾高气昂地说，好。他说完，我就回寝室把发票拿出来，然后回到门口举到他面前，100万，赔吧。由美愣了愣，突然伸手想要抢发票，被我躲了过去。你他妈抢钱呢？就这么个破包，值100万？他扯着脖子喊，要真是个假的，那确实不值钱。
可我这个是真的。我把发票折好放进口袋里，将包递给欢欢乐乐看，让他们辨别。我们能作证，这是真的。欢欢看完，有些不敢置信地说，他看向我的目光也有些诧异，显然之前也觉得我很穷。乐乐闻声在旁边举起手，也小声附和，有他俩作证。周围顿时响起众多学生的窃窃私语声，大多是卧槽、隐藏富婆、输了、下跪这些字眼。由美听后脸色顿时铁青下来，我不信，你们仨是一伙的，说不定就是你们3个串通好了要来讹我钱，才没有。你不要血口喷人，我的零花钱都攒到快5000万了，稀罕你这点钱。不知道是那句话触到乐乐的底线，向来包子的他居然出声反驳了由美。环城娱乐是我爸开的，他手底下的明星光出场费都不止你这个数，我们用得着讹你？欢欢也紧接着出声，他这环城娱乐4个字一出来，周围一阵哗然。当今的很多实力派演员和流量小生、小花大都是他们公司捧出来的，为这点说谎确实没必要。瞬间舆论一阵风一样倒向由美那边，不管是想出名有目的巴结欢欢乐乐的，还是抱着看好戏的态度在旁边八卦的，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他家那么穷，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个包？就算不是偷的，也肯定是当小三要来的。我凭什么还？由美见事态对他不利，开始将战火往我的身上转移。你要是说我偷，那这事简单了，直接报警吧。看到了警局之后，这件事的结果到底是我偷东西进去，还是你偷我的东西进去？但是说我当小三的话，这我可不认，毕竟我可不喜欢破坏别人家庭，不像某些人。我盯着他意味深长地说，你这话什么意思？由美对上我的视线，脸红脖子粗地说着，不过这说话的语调却很难掩盖她的心虚。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我闺蜜最恨的就是小三，她爸妈就是因为小三的插足才关系破裂离婚的。她前几天军训完回家参加宴会，碰到个认识的有家庭有孩子的叔叔，他身边带着的不是他老婆，而是个陌生的女伴。闺蜜本来没觉得有什么，直到无意中看见他们俩在窗边摸大腿接吻，闺蜜才怒了。她发消息过来找我发泄情绪，我才认出来那个女生就是由美。闺蜜说她冲过去质问那位叔叔，那位叔叔把由美支开，对闺蜜说由美不过是个消遣的玩意儿，给她钱玩玩而已。由美那个连小康都算不上的背景在那边放着，她是绝对不会为了他离婚的。要不是有闺蜜这个消息垫底，我可能还没那么有信心跟由美用下跪打赌。你别血口喷人，我才不会做小三。由美慌乱地说着，突然伸出手想过来挠我脸，谁都没有说你是小三，只有你自己在说你自己。我攥住她的手，把她甩到一边。由美贴着墙，愤怒地望向我，还想说些什么，我没给她这个机会，要么赔钱道歉，要么进警局，你自己选。我拿出手机，按下1103个数字，别打，我赔钱，我道歉。由美尖叫着说着，见我把手机放下后，她松口气，从口袋里拿出她的手机。我余额不够，你等我打个电话。她警惕地望着我说。我瞥了眼她，点了点头，随即她越过我进去宿舍，打开洗手间的门，又严严实实关上。门的隔音不是很好，刚开始还只是一些很小的听不清的细语，到后来时不时的就会有大声的刺耳音传出来，很快声音又降下去，渐渐的再听不到声音。我以为电话已经挂断，由美很快要出来了，可之后我们又在门口等了很久，里面也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洗手间的门依旧没有打开。怎么还不出来？她不会是从厕所的窗户跳下去跑了吧？门口等着看热闹的人群里，有几个人渐渐不耐烦了，烦躁地问着，不过跳窗应该不可能，这里是3楼，跳下去不会摔死，但这腿或者脚总免不了是要伤到一个的，而且就算他跳了，也没有任何好处，只要报警，他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又等了约莫5分钟左右，
在我们各种胡乱的猜想中，洗手间的门响了，由美从里面走了出来，但是她此时看我的眼神又开始嘚瑟起来，跟刚才她进去之前完全是明显的两个不一样的心情。钱够了，望着她脸上重新恢复的对我的不屑的笑，我问道。听到钱这个字，她的脸色变了变，随后又很快露出了笑容。与此同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喊导员好，而由美的目光此时也正盯着我身后的方向，顺着她的眸光，我看到一脸严肃的辅导员正拨开人群朝我们寝室门口走过来，一个个的没事干了吗？堵在这里像什么样子？他走到我面前站定，冷眼扫视了一圈后，最后对着我说：“导员，我们不是要闹事，是在解决事情。”由美她欢欢见事情不妙，在旁边出声说着，他是寝室长，同时还是班里的团支书，平时和导员交集算比较多的。我问你了吗？由美你来说。导员没等欢欢说完，就打断他。由美这时也从洗手间走到了门口，她幸灾乐祸地扫了眼我和欢欢乐乐，张开红唇说道：“导员，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我不过就是借他的包出去背了一下，也没做什么犯法的事，他们就带着这一大群人在这里欺负我，他们这是校园霸凌啊！”他满嘴唾沫乱飞地说着，不知道还以为他真的是受了多大的冤屈，这颠倒黑白的能力真是让我长见识了。不过他以为在场这么多人都是瞎子吗？这导员要是凭着他这2句话就信他，那就是真的瞎了眼了。校园霸凌，我带了这么多届，还是第一次见到。你们在场的所有人，一会儿都给我去教导处领检讨去。你，还有你们这3个带头霸凌的室友，每人记个大过，再有下次，全校警告！辅导员大声吼着，俨然一副完全相信由美话的样子，连疑问都没有，连问一下旁边这些同学是不是真的这样的话，一句都没有。我没想到这个导员还真的是瞎眼的。导员，事情完全不是由美说的那样，包是他没经过我允许私自拿的，不是借我的。而且他还把我的包弄坏了，我那款包值100万，由美已经答应了会全款赔给我，要是赔不了我就给我下跪道歉。我不甘示弱地解释着。导员听到100万愣了一下，随后看向由美，由美闪躲着他的眼神。我什么时候说过？谁能证明？由美看向我，趾高气昂地说着，显然打算耍赖到底。我们都能证明。他这话一出，周围顿时响起一阵学生们的齐声反驳。显然他刚才那波白的说成黑的，给我们身上倒污水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众怒。导员，救我！事态发展愈发出乎由美的意料，情急之下，他当众拽住了导员的袖子，说着。导员望着周围同学们的审视眼神，连忙甩开了由美。什么100万不100万的？你一个学生哪里买得起那么贵的包？辅导员清了清嗓子说，话里话外依旧还是在维护由美。那您认识这个吗？我将发票举到导员面前，他看了眼，脸色彻底铁青。导员，这么多学生都看着呢，难道您真的想为了由美一个人引起众怒，名声败坏，甚至被清出学校吗？我才不会被清！辅导员条件反射地开口，想到什么又及时地住了口。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老是给我搞这种烂摊子？再这么下去，无论校怎么找我说好话，我都不会管你了。导员回身拧了下由美，由美委屈地揉着被掐疼的地方，还想说些什么，不就是个几百块的破包吗？我全款赔给你。没错，穷批，给不了全款，我就给你下跪道歉。空气中突然响起由美之前和我的争吵声，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声源的方向。有个带着小兔子发箍的小姐姐拿着手机紧张地望着我们。我刚刚在宿舍录我男神的歌，听到动静出来，忘记关录音，就把刚才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了。这操作牛批 ！YYDS 被这么多人盯着，小姐姐以为自己做错事了，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周围人看到小姐姐的害怕，纷纷给她鼓起了掌，点赞。
小姐姐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头，到处都是一片和谐的愉悦氛围，除了由美和导员那块。导员听完，当即甩脸子就想走。你不能不管我，你要是敢走，我就告诉，让他把你赶出学校。由美忽然拉住他，威胁地说着。导员攥紧拳头，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红地望着由美，跟他对峙着。几分钟后，导员败下阵来，看向我，钱让他给你，下跪就算了，在学校影响不好。下跪这件事不是我先提的，要是他能拿出这笔钱，现在要下跪的就是我了。我可不觉得他会放过我，所以下跪不能省。我没有让人跪我的习惯，毕竟我还没上天不是。可我看着导员身后，依旧还是满脸不屑，完全没有任何悔改的由美，我还是没打算放过他。他现在的行为让我很不开心，我不开心的话，那大家都一起不开心好了。导员，由美听到我的话，又开始不停地摇晃辅导员。导员无奈看了眼我，还有我身边的欢欢乐乐，眼珠转了转。要不这样，你不让他下跪，我答应你们一个条件，以后在学校里面有任何事情，你们都可以找我，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我都会做。他开的这个条件是有点诱惑力，但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我刚准备拒绝，就感觉袖子上传来一股小小的力道。我回头就对尚乐乐含着一点点祈求的眼神：“没事，苏苏，你不用管我们。”欢欢看到，把乐乐的手挪开，小声对我说：“显然是不想让我为难，但下不下跪这件事我没那么关心，我关心的只是由美的道歉。”我权衡后，很快有了决定。好，不用下跪，但钱必须分文不少的给，这道歉也是不能省的，尤其是道歉。我着重地强调了一下说。导员松了口气，点了点头。不行，由美还想再闹。导员有些不耐烦了，你再闹下去，我就不管你了，离职就离职，大不了我再去别的学校，没这个学校好，但也不是不能去。导员烦躁地说着。由美见状，气势一下子萎靡下来，不敢再搭腔。你是支票还是怎么付？我问他。我没那么多钱。由美望着地上，难堪的别开脸说。怎么会？你家不是很有钱吗？你看看你身上穿的名牌，这一套都10几万了，没钱怎么可能买得起？乐乐不相信地说着。由美闻声抬眼瞪了下他。乐乐有些怂地低下了头。欢欢见状站到了乐乐面前挡着，姐姐的风范在这一刻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俩怂，但我爸不怂。你别用这个眼神看我们，不然。欢欢握着小拳头，努力不慌地说着。可他愈发结巴的话暴露了他。由美不知想到什么，看向欢欢乐乐的眼神不再像刚才那么狠厉，眼底闪着不明的光，莫名让人觉得十分不怀好意。没钱那就有多少给多少，其他打欠条1年之内还清就行，最主要的是道歉。现在开始吧。我挡住欢欢说道。今天已经在这里跟他浪费了太多时间，我实在不想多费口舌说下去了，只想尽快有个结果。道歉？你配吗？由美忽然抬头看向我，眼里又是熟悉的不屑。快点，不愿意道歉那就下跪。还没等我说什么，导员突然狠狠地拍了下由美的背，愤声说道。他的状态看起来还要比我更加不耐烦一些。由美张了张嘴，到底没敢反驳。不道歉也行，报警吧。我也没心思跟他折腾，随口说道。不行。由美惊恐地望着我，又要来抢我手机。我躲过去，她看着我，哆嗦着嘴说。道歉？我道歉，对不起，可以了吧？她挺直着脊背，一副威武不能屈的模样。对不起什么？我有些气笑了，问道。哪有？他又想避重就轻。我直接拿起手机，不跟他啰嗦。由美见状立马说道。对不起，我不该私自拿你的包出去背。还有呢，你不要得寸进尺。那我也不该随便吃你的东西，用你的洗漱用品，也没有提前和你说，更不该在寝室里乱吐乱丢垃圾。一桩桩一件件，他说得清清楚楚，有些我不觉得他能认识到的事情，他也认了。我原以为他是不知道那些事情是错的，
习惯性这么做而已。没想到他是知错犯错，还理直气壮。够了吧？似乎是觉得丢脸，他一口气快速说完。本来我是觉得差不多了，但看着他丝毫没有任何愧疚的眼神，你这态度是道歉的态度吗？重来！我暴毙以强望着他，你有完没完？由美还想反抗，我举起手机示意了下。导员见状，又开始暗中示意他。由美这才不情不愿地低头，用类似于道歉的语气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行了吧？他抬头看着我说，还有欠条。我指了指欢欢拿来的刚写好的欠条，给由美看了看，让她签字按了红手印。刚才你的道歉过程我已经让欢欢录视频了，以后我的东西你要是再不经过我同意动，我就把视频放到校园网上，让全校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德行。等他签完，我指着欢欢手里的手机说道：你。由美气得面色通红地看着我，今天的屈辱，我早晚有一天会还给你们。你给我等着。他的手指绕了一圈，划过欢欢乐乐，定在我身上。行，有种你就来。我说完就进了寝室，拿东西准备洗漱睡觉。下午跟闺蜜嗨了很久，我早就困了。由美这种人，我已经不期待她还能有心变好，只要握着她的把柄，让她以后别再来烦我就行。导员，您刚才不是说答应我们一个条件吗？我刚打开柜子拿出睡衣，就听到门口乐乐说：你说我想让由美搬出去住，行吗？乐乐有些怂怂地说：凭什么？由美有些不乐意地吼着：你出去住的话，每月我给你转3000块房租，这个钱在附近应该能租个不错的单间了，还不用跟我们这么多人挤。乐乐小声地说：3000不行，太少了，3万吧。你每月给我转3万，我就出去。这脸大的，我刚想出去跟乐乐说，就让由美在这里住，有把柄在，还怕她再闹心。现在让她走，无论给再多钱，都像是在赶她，有种欺负同学的嫌疑。万一传出去，可能会影响她在学校的风评。我刚准备出声，导员夹杂着些许怒气的声音先我一步响起来：就3000，这钱2室1厅都够你租的，明早天一亮就搬出去，还清静些，在这里一天到晚净给我瞎惹事。导员愤愤说完，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就走了。你等我跟方先生说，让你以后在学校干不下去。由美歇斯底里地吼着，没想到乐乐居然闷声做大事。就算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说我们联合起来排挤由美，爱说排挤就排挤吧，不用每天晚上回来在寝室看见由美。我的心情确实好了不少。她从我入学来，给我添的堵比我从出生到现在这10几年来加起来都多。我拿起洗漱用品往洗手间走，见到乐乐进来，冲他比了个赞。不容易呀，包子长心眼了。乐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哼，让他骂我男朋友，我才不会分手呢。这爱情的力量啊！为了防止再被喂狗粮，我进了洗手间。等我再出来的时候，寝室门已经关上了，屋里只有欢欢乐乐在。由美一晚上没回来，第二天我是被寝室的敲门声吵醒的。欢欢刷着牙去开门，很快进来2个保姆模样的人。他们进来后什么话也没说，直奔由美的床铺开始收拾东西。不到半个小时，他们把该拿的都拿走了。临走前，我听到他们窃窃私语，以前只知道先生喜欢玩女明星，没想到这次居然动了个学生。这要是被太太知道，嘘嘘嘘，小点声，回去再说，别被人听见。我目送着他们走远，跟欢欢乐乐交换了下眼神。不出意外的话，由美应该是有地方住了。接下来的每天，我大学生活都过得无比舒爽，除了偶尔在上课碰见由美的时候，她时不时的身上总会多一些新的贵重东西，要么是项链，要么是手镯，偶尔是手表什么的。每次她有新的饰品或者衣服的时候，都会刻意来我面前炫耀一番，嘲笑一遍我的穷酸。不过问的更多的是关于我的金主，说我傻批，以色侍人除了个值钱的包外什么都没换回来，就差说我比不上他会拿捏男人了。
我从不反驳他，任由他见识浅薄的想象。这时候我通常都是把欠条拿出来，他马上就弃矮一截。我从没想过我会如此喜欢债主这个称呼。日子很快就过去半个月，在中秋节前，我爸妈终于从国外旅游回来了。我妈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让我回家，商量给我重新补办个生日宴会的事情。我生日都过去1个多月了，再不像什么话，我马上就否定了。可还是没抵住我妈突然而来的对我的愧疚之心，还有我爸对我妈的盲目遵从。最后这场生日宴办的全家人都很开心，包括我嫂子，除了我。不过真的宴会开始的时候，我发现我心底还是有些小雀跃在的。这种快乐的心情，直到我在我们家花园里面遇见由美的时候戛然而止。呵，黎苏苏，没想到你还挺能耐，这种级别的宴会你都能蹭着来。你那位金主呢？让我看看是个多肥多油腻的老男人。由美堵住我，伸长脖子往我身后看，没有什么金主，他身上的香水味呛得我难受。我退后几步，皱眉说：哟，还藏着掖着的，天天在学校装的那么清高，还不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做？由美不屑地看着我说：你在这干嘛？怎么不进去？我刚开口就被我哥的声音打断。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出来找我，看见我后径直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看到由美见到我哥的样貌时愣了愣，不得不说，我看我哥这张脸看烦了，不觉得他帅，可要是单独把他扔到人群里，那绝对是明星般的回头率存在。27、8风华正茂的年纪，肩宽腿长，斯文禁欲，一双桃花眼不知道勾走了多少女孩子的心。好多公司里的小姑娘都可惜我哥英年早婚。这就是你金主？由美咽了咽口水说：什么金主？我哥拧眉看向我，不用搭理他，不想跟由美多费口舌。我拽了下我哥的袖子，示意他跟我进屋，没想到刚走2步，由美就粘了上来。哎呦，他娇呼一声，斜着身子就要往我哥身上倒。我哥敏捷地后撤一步，他没贴上。真不懂怜香惜玉，明明还能站稳的时候。由美晃晃悠悠地软倒在地上，双手贴着地面，侧头娇弱地看向我哥，似嗔非嗔地说，还顺带抛了个媚眼，想着我嫂子肚子里怀的我的小侄子。由美这副样子瞬间恶心到我了。她一个前后平的跟个飞机场一样的身材有什么好玩的？要不要考虑下人家？没等我说话，由美嫌弃地打量了眼我，随即一只手伸出去，想要勾我哥的裤子。顿时我就感觉到我哥周身的温度降了好几度。1秒不到的思考时间，我哥抬脚就踹了下去。由美吓得赶忙收回手，可还是免不了被皮鞋底蹭到了手背。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妄想碰我。我哥嗤笑着说。看着我哥的这一套操作，我不禁给他比了个大拇指。从小我惹祸，他就爱踹我，不过都是做做样子，没真打过。他的温柔连我爸妈都得不到，全给了我嫂子。以前我还觉得当他家里人有点心酸，可第一次看到他对别人的狠样，我突然觉得他对我好像还挺好的。我本来觉得我哥都说的做的这么狠了，由美就算不被吓跑，也肯定不敢上来了。没想到他居然一点都不怕我哥，甚至眼神里还带了点崇拜，还有点星星眼。你要是不喜欢人家这个样子，人家就不这样了。他扭捏着说。Oh my god， 保安，把他拉出。我哥声音彻底冷了下来。原本我是在旁看着我哥处理的，可在望到由美身后向他走来的那个有些眼熟的身影时，我拽住了我哥。我来处理。那个身影我在我闺蜜给我吐槽的照片上看见过，就是上次带由美去他家参加宴会的那个大叔。我哥本来是不相信我，可在我执着的眼神中，他妥协了。行，反正是你惹的烂摊子，不过你一定要处理好，要是发生意外让他打扰到你嫂子，惊动了胎气，你大学4年的生活费我都给你断了。我哥警告着我，那犀利的眼神一点都没在开玩笑。我连忙点头，为了防止我做事不周到，我哥没走，
退后2步，站在一旁看着。由美见到我哥往后退，站起身想要跟过去，被我半路堵住了。你干什么？这么严肃地堵着我，怕我抢你金主？由美轻视地看着我，你在学校不挺自信的吗？怎么现在出了学校，察觉到你跟我的差距了？穷酸就是穷酸，永远上不得台面。他不屑地说完，就想跟以前一样，撞着我的胳膊越过我走过去。我这次没给他机会，直接攥住了他的肩膀。笑话，要是在我的地盘还被他欺负，我直接拿块豆腐原地撞碎算了。你觉得我的金主很帅，想跟我抢？我挑了下眉问他，是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仿佛稍微犹豫1秒，都觉得太看得起我了。那你自己的金主呢？他长得不帅吗？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刻意动了下上身，让由美刚好能看到我身后的我哥。果不其然，他脸上顿时浮现嫣红。你不要污蔑我，我没有金主，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只是我的男伴，他又肥又老的，哪里能跟这个哥哥比？说到这个哥哥时，他的视线瞬间变得情意绵绵。他这番话实在是不能让我太满意。看着他身后变了脸色的男人，我凑近由美耳边说道：“你看看你后面是谁？”由美回头对上中年男阴沉的眼神，顿时腿软滑倒在地上，浑身发着抖，许久没敢抬头。中年男瞥了眼他，径直走过，扬起笑脸朝我哥伸出手：“李总，刚想敬你一杯，没看见人，怎么跑这里来了？”与他有些油腻的外表不同，中年男的声音十分的温文尔雅，又是惯常的应酬套路。看着我哥戴上他常用的假笑面具，开始交际，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想走，没想到被中年男叫住。这位是中年男的眼神在我和我哥之间来回暧昧巡视，我哥刚还有一点笑容的冷，顿时彻底冷下来。我妹妹，失敬失敬，是我有眼无珠了。原来是李小姐，幸会幸会。中年男拍了下他光秃秃的脑门，朝我满脸歉疚地伸出手。想到他有老婆还在外面找外遇，我对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讨厌，不想跟他握手。中年男一直举着手，引来周围很多注视的视线。我哥暗地里戳了下我的后背，丢我自己的脸是小，让别人说我们家没教养是大。我抬起手跟他握了握，幸好他还算比较绅士，只是用指尖浅浅跟我触一下，就很快松开，又闲聊几句。我们一行人准备往屋内走去，这时候坐在地上的由美仿佛突然之间醒过来一样，冲到我面前，不愿意相信的大喊：“你是他的妹妹？”“对，我不但是他的妹妹，这里还是我家。你来参加生日宴都不做调查的吗？今天你来的这场宴会是专门给我黎苏苏庆祝生日的，当然不可能只是给我过生日，更多的是给他们这些商界的人提供个交际的场所，拉近彼此之间的塑料感情。没合作的尽量以后有机会，已经合作的尽量合作的更加愉快。但这些我没必要告诉他，不可能，你这种穷酸怎么可能投这么好的胎？”他声音尖细地吼着，周围很多宾客的视线都被他吸引过来。这泼妇是谁带进来的？我哥被他吵到，回头有些烦躁地说：“李总，是我的女伴，实在不好意思，让我来处理。”中年男饶是有丰富的社交经验，可带着的女伴做出这种让人能称之为泼妇的行为，还是让他的脸色沉了下来。而这些负面情绪，他当然不能对我哥发泄，毕竟有错的是扰乱宴会的人。由美还想对我再吼些什么，没来得及张口，就被中年男强制带出去了。之后一直到宴会结束，我都没再见过他，在学校被欺负了。宴会后洗漱完，我下楼去冰箱拿冰水喝，碰到我哥，他正准备上楼，见我下来示意我跟他去沙发那边聊一会儿。没事，都是些小事。本来他不问我还没觉得什么，他这一问我倒是突然有些矫情的想鼻酸了，只能赶快别开脸掩饰。有事记得跟我说，爸妈年纪大了，别让他们操心。你哥我现在好歹是个总裁，心眼儿和手段比你多得多，
以后受到委屈或者吃闷亏，不知道怎么还回去的话，找你哥我，坑不死他。”我哥拿起茶杯抿了口水，低着头说：“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哥难得有这么温情的时候，我怕自己被他说哭，开始嘴硬：“就你这小矮子，不是小孩子，遇事别逞强。”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天色不早了，你快去睡吧。你嫂子怀着孕，晚上旁边的一直有人，我要上去了。我哥比我大8、9岁，从我上幼儿园开始就是他带着，一直到他大学毕业进公司，越来越忙，才开始没那么多时间相处。我一直觉得他不喜欢我，因为他很嫌弃我，除了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他会帮我打回去之外，他没在其他任何方面说过我好话或者夸奖鼓励过我。要不是今晚听他这么说，我可能心里还会跟他有点小小的隔阂。现在我是真真正正清楚他的刀子嘴豆腐心了。爱嫂子没什么不好的，以后我也要按我哥的标准找个独宠我一人的。第二天回校，我在去上课的路上碰见由美，她看到我直直地冲过来：“你家那么有钱，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就那么想看我出丑吗？我家有没有钱？我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这是我的自由。更何况我从来就没掩饰过我家境不错，只不过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认为我是个穷批。”说完我转身想走，他却又拽住我手臂：“你就是故意的。”他恶狠狠地看着我说，攥着我手腕的手开始用指甲掐我的皮肉。我吃疼将他甩开，不管我家穷不穷，这都不足以作为你评判该怎么对我的标准。欢欢乐乐一开始也不知道我家有钱，他们怎么就没出丑？单单就你出丑了呢？你要是不没事找事，谁有那个功夫闲心跟你掰扯？我冷笑着逼近他：“你不要忘记，你还欠我100万，1年之内你要是还不上，够你吃几年牢饭了。还有，以后在学校不要再来惹我，不然我不保证明天学校的头版头条会不会就是你当小三的铁证了。”不想被正式捉奸，大庭广众之下被人人喊打。以后见着我绕道走，我揪住由美的衣领，凑到她耳边说。她一开始还想反抗，后来在我的一句句话中逐渐软了下去。“苏苏，没事吧？”欢欢乐乐在不远处看见我和由美，急忙凑上来问我。我冲他们摆摆手，跟着他们一起进了教室。由美是后跟进来的，我坐在前排。她进来后瞥了我一眼，触到我的眼神后猛地闪躲开，往后排走去。看她这副至少有几分怕了的模样，我暂时松下心。接下来几个月，由美都没敢再来主动惹我，渐渐我也把她抛到脑后。很快就到了寒假，假期快过完的时候，我正在家里打游戏，闺蜜突然给我发消息，连续发了3次名场面这个词，每个词后面都跟着一串长长的感叹号，紧接着是几张图片。由美被泼了一身红酒倒在地上，在她旁边一左一右站着2个男人，一个是上次带由美来参加我生日宴的那个中年男，另外一个居然是我们校长。我打了个问号过去，闺蜜瞬间一个语音电话打过来，她讲了约莫10几分钟，总结起来其实也就一句话：由美翻车了。她同时吊着2个男的，在这场宴会上跟其中一个亲热的时候，被另外一个男的发现了，连我们校长那个高领之花都能钓到。我不得不佩服由美的斩男功力。这样想起来，那天保姆来寝室帮由美拿东西的时候说的那个方先生，应该就是我们校长了。我们校长姓方，你说他这次还能不能翻过来？闺蜜兴致勃勃地问我。不知道，上次由美当着中年男的面那么说他，到后面都能被他哄好，继续养着他。可见他对付男人实在很有功力。我判断不出来，也不想去想这些东西。大概到快凌晨的时候，闺蜜还在实时给我直播着。这次由美是真的塌房了。新学期开学，我真真正正见到了一场撕逼打脸场面。校长夫人亲自来学校，先是给了校长一巴掌，后来又去对付由美，2人互掐。这场闹剧闹了将近有半个月之久，最终以校长被罢职结束。由美没受什么处分，
不过他在学校的日子却是很难过，除了校长夫人，还有中年男的夫人，他们轮番找人来学校散播由美做的那些事情。渐渐的，由美就很少来学校上课。差不多半个学期过去，由美退学了。再次见到由美，是在酒吧的后门，他正被他的赌鬼爸堵着要钱，他没给，直接抓起角落里的空酒瓶摔到墙上，用尖刺的口对准他爸：“再来找他就一起死吧！”他那时的模样已经有些失去理智了。后来他爸走了，他转身的时候看见我，眼神瞬间红了。“你现在应该很得意吧？”他举着碎酒瓶指着我，尖锐的边角在夜色下泛着阵阵寒光。我没理他，闺蜜和朋友们还在里面等我，我径直朝酒吧内走去。“让你看不起我！”忽的一阵尖利的叫声穿过我的耳膜，感受到我背后有一股风袭来，我连忙转身将由美手里的碎酒瓶踢飞出去。要不是小时候我哥带着我练过几年跆拳道，我现在什么样子可就说不准了。你发什么疯？我走过去揪住由美脖领，她有些癫狂地看着我。你样貌没我长得娇媚，学习成绩还没我好，身材更不用说，可为什么你能投那么好的胎，而我偏偏就只能有个赌鬼爸？就连欢欢乐乐那俩傻子都能有个影视公司的老板爹，我的人生为什么凭什么要这么惨？他说着就开始用手薅头发，整个人极度不正常。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拿出手机分别打了120和报警电话。你以为我愿意去伺候那俩肥头大耳吗？每天在他们身下，我脸上有多享受，心里就有多恶心。要是我家有钱，我根本不用做这些，还有你那点吃的用的。你以为我看得上？要不是需要把更多的钱都用在我的穿衣打扮和化妆上，你以为那些东西我愿意用你的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如果我要是投胎在你家里，我肯定会比你好千倍万倍。他一直不停地说着，情绪也慢慢随着他的发泄稳定下来。这些都是你在强词夺理，家境不好并不是你乱用别人东西的理由。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明确，我不是不让你用东西，而是你从来都是不打招呼用，用完一片狼藉也不收拾。但凡你礼貌点，我也懒得跟你计较这些。还有，你伺候不伺候人，没人逼你，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长得不错，学习成绩不错，安安分分拿到大学毕业证，就凭你撩男人的技术，我不信你嫁不进个豪门，就算进不去，也能找个差不多家庭的一起奋斗努力，也不差什么。从你自愿选择做小三那一天起，你就已经处在了道德制低点，你就已经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这些都是你自己选的路，无论你再怎么恶心，都怪不着别人。家境如何不是自己能选的，但是自己的路都是自己能选的。你父亲是赌鬼，可能对你影响很大，可是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没办法控制你的思想。那么多戒毒所总有办法能解决，不行你也可以找社区居委会或者妇联或者学校寻求帮助，总能有方法。而不是在你做错的时候，还把一切的原因都归结在出身而不是你自己的身上。我看着他说了很多，他听不听得进去我不知道，但是我拖延时间的目的达到了。120和警局的车相继赶来，我跟他们说了由美刚才的一切不正常的表现，还有她想蓄意伤人的行为。我不是圣母，不管她是什么状态，她刚才那一下的碎酒瓶确确实实是往我身上扎的。她这一次进去，算是连着这次还有以前那些不打招呼就用我东西的事情一起了吧。那100万我也不要了，我不差这钱。再看她这状态，我怕是等到死的那天都等不到她给我，还是不要自找烦恼了。再说我更不想以后天天惦念着她。我跟着去警局做了笔录，之后又跟着去了医院。医生说主要是刺激过度，其他倒是没什么，还算正常。后来的事情我就没管，将她交给了警察。从那之后好久我再没见过由美。几年后，我大学毕业，进了家里公司，
偶尔一次同学聚会，不知道是谁再一次提起了由美的名字，她这个人才再度从我尘封的记忆扒出来，再次想起她。我发现我心情毫无波澜，她只是我漫长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我和她的人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年少时那些气愤的想杀人的事，在如今看来，不过都是一场笑话。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